2026年7月28日，新加坡国务资政李显龙出席了一场特别的纪念活动——新加坡法律200周年。他在活动上发布了一套记录近25年法律改革的丛书，并发表了一场引人深思的演讲。这场演讲很不一样，它不是那种我们来回顾一下光荣历史的官样文章，而是一部关于法律如何随社会脉搏跳动而进化的思考录。李显龙在演讲中分享的核心理念是，法律不是博物馆里的展品，而是一部活的、不断被改写的社会契约。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场演讲背后的法律智慧。先来理解一个根本问题，我们为什么需要法律？很多人想到法律，第一反应是惩罚犯罪、维持秩序，这当然没错，但法律的功能远比这更复杂、更深远。李显龙在演讲开篇就指出，新加坡的法律体系始于1826年的第二次司法宪章，但新加坡的法律绝不是一套被固定下来的规则。他特别强调了一句话，我们的法律体系并非在200年前就已完全成型，也并非一成不变。这句话为什么重要？因为在很多人的印象里，法律就是写在条文里的东西，立了法就不能改，改了就是朝令夕改。但李显龙给出了完全相反的视角，真正让这套法律体系活下去的是每一代人对其进行的审视、修订和重塑。他提出一个关键认知，法律改革不是一次性工程，而是持续性的事业。每一代人都需要问自己3个问题：哪些规则仍然适用？哪些已经过时？需要制定什么新规则来应对前所未有的局面？法律的进化本质上就是一部社会变迁的镜像史。李显龙在演讲中指出，法律的角色远不止于惩罚犯罪。对于一个多元种族、多元宗教的国家而言，法律承担着更深层的功能，构建和维护社会凝聚力。他回顾了几个关键的法律里程碑。新加坡在独立后不久就成立了少数种族权利总统理事会，这个机构的职责是确保立法过程不会无意中歧视任何少数群体。这是一个前瞻性的制度设计，在问题发生之前就设置防护栏，而不是等到歧视出现后再去补救。然后1990年的维持宗教和谐法令，这部法律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创造了一个预防性干预的模式，在宗教冲突发生之前就进行干预，而非等待问题恶化后再处理。更有趣的是，自1992年该法令生效以来，从未真正发出过任何限制令。法律的存在本身就足以塑造行为规范，这就是法律的震慑力。有时候法律不需要被使用，只要它在那里，就已经在发挥作用了。2025年新通过的维持种族和谐法令，则是对数字时代新威胁的回应。李显龙指出，社交媒体让谣言和煽动性内容的传播速度超越了以往任何时代，这部法律正是为此而设。在这个新版本中，政府有权要求网络平台移除涉及种族仇恨的内容，这种权利在假新闻和极端言论急速传播的时代显得尤为重要。新加坡政府一直在寻找监管与自由之间的平衡点，这2部维持和谐法令也正是这个思路的体现。如果说危机立法考验的是速度，那么价值冲突考验的就是分寸。这里最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2022年废除 377A， 同时配套进行宪法修订。很多讨论一开始就只剩站队，有人只看到这是权力层面的进展，也有人只看到传统婚姻被保护。但从法律设计来看，更值得问的是，为什么这2个动作要放在一起？废除 377A 意思很清楚，国家不再用刑法处理成年人之间合意的私人关系，这是在回应现实，也是在处理法律文本和社会实践长期脱节的问题。但婚姻定义在新加坡一直高度敏感，牵涉宗教观念、家庭价值、学校讨论和政治判断。如果只废除前者，不处理后续制度风险，争议很可能马上转移到法院、教育政策和公共讨论空间，冲突不会消失，只是换地方爆发。所以这里的做法不是简单宣布哪一边赢，而是把不同层次的争议放进不同制度里处理。你可以赞成，也可以不赞成，但它确实不是一时情绪决定。类似的思路在宗教和种族议题上也很明显。维持宗教和谐法令存在法律改革的速度能有多快？李显龙在演讲中给出了一个惊人的例子。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时，新加坡面临一个现实困境，现有法律框架完全无法应对疫情带来的前所未有的破坏。政府需要赋予卫生部长权力来实施隔离措施，关闭场所，
限制人员流动，同时也需要处理疫情对合同履行和经济活动的冲击。但当时没有任何一部法律涵盖这些内容。政府的回应令人侧目，仅用了9天，从核心构想到起草法案，再到凭紧急证书在国会通过。新冠疫情临时措施法案在9天内走完了全部流程。注意，即使在危机中，新加坡没有宣布紧急状态或通过法令统治，而是完整走过了宪法和国会程序。这既保证了效率，也保留了民主合法性。李显龙特别指出，这部法律在整个疫情期间修订了8次，每次都是针对新出现的实际问题。法律在这场危机中扮演了经济稳定器的角色，通过暂停某些法律行动和为合同纠纷提供临时救济，防止了公共卫生危机演变成经济和社会灾难。法律不仅是危机时的工具，更是危机中的护栏，它让政府的应对措施有法可依，也让公民的权利在紧急状态下仍然受到程序性保护。法律改革最棘手的部分是处理涉及价值观和道德的问题。李显龙在演讲中用一个案例来说明这一点，废除刑法典第 377A 条。第 377A 条是一项将男性之间性行为定罪的法律，源自英国殖民时期。多年来，新加坡社会对这一条文的态度经历了漫长的演变。政府没有急于行动，而是等待社会态度的逐渐改变。当政府判断时机成熟时，选择了一条耐人寻味的路径，没有追求赢者通吃。政府在广泛接触宗教团体、LGBT 群体、家庭组织等各方后，同步做了2件事：废除第 377A 条，同时修订宪法，以确认国会有权界定婚姻制度，防止法院通过司法途径重新定义婚姻。这个方法的核心是将敏感社会问题的最终决定权交还给民选代表和民主程序，而非由法官通过诉讼裁决。这既回应了非罪化的呼声，也回应了保护婚姻定义的担忧，并为未来社会的进一步演变留下了空间。这就是李显龙所说的平衡术，不是让一方赢，一方输，而是在不同诉求之间找到一条可以共同前行的路。法律改革不是零和博弈，而是寻求重叠共识的过程。李显龙在演讲的最后提出了一个重要提醒：好的法律本身并不足够，法治需要3个支柱同时支撑。第一个是法律文本清晰、切合所需的规则，法律不能模糊不清，不能自相矛盾，不能脱离实际。第二个是强大制度、独立高效的法院，遵守法律的政府机构，公开辩论的国会。法律再好，如果没有强有力且公正的制度来执行，就只是一纸空文。第三个是社会信任，公民、企业、组织对法律框架的接受和尊重，这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一环。法律可以强制执行，但法治无法靠强制维持。如果大多数人不认同这套规则，不把法律当回事，再多的警察和法官也无济于事。李显龙强调，3者缺一不可。制度需要赢得公众信心，而公众的信心又建立在制度和法律的一致性和公正性之上。这是一个良性循环，法治越可信，公众越信任，公众越信任，法治越有效。讲到这里，这200年的主线其实已经很清楚了。没有一个政府拥有所有答案，但新加坡的底气在于，他已多次证明自己能以务实、审慎，在坚守原则的同时，灵活应变的方式，推动法律体系自我更新。李显龙最后用一句话总结了整场演讲的核心：法治从来不是已完成的作品，而是一项持续的事业。新加坡的法律体系已经多次证明自己能够以务实、审慎、灵活应变的方式回应时代的需求。法律改革不是一次性工程，而是每一代人都必须承担的责任。而法治的真正支柱，不仅在于法律文本本身，更在于强大的制度和广泛的社会信任。如果你也关心这些问题，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你觉得下一步最需要进化的是哪一块？如果你喜欢这种从普通人视角拆解新加坡法律议题的内容，记得订阅频道，我们下一支继续聊。